洪亮，我求你了，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？你想想多少，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，好吗？姐夫，这事儿只要你不说，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荣身上就行了。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。洪亮，你想清楚了。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，就回不来了。爸爸，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过两天就回来呀。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她得放假。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。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，你来北京啊，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，你怎么哭都行。姐夫，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。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，所以挑了一件颜色、款式都特别相近的。专委到海州了吧？赶紧到单位报道。啊，对，马上出发，一会儿见。喂，洪亮吗？哪位？我陈荣。你怎么有我电话？我查你电话很容易。我不跟你废话了，告诉你，你不是想要证据吗？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，到现在的汪海案，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。我可以都交给你，但没有条件。你要怎么样呢？你先说，你能不能救我一命？你先说你在哪儿？洪亮，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。你送我出去，我给你证据。答不答应？好啊，
我答应。好，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，4个钟必须到。还有，必须保密，必须一个人来。行。这个地方我非常熟，请来的不只有叶乔。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，就见不到我了，你也拿不到证据。明白吗？明白。
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，咱家现在有矿。以后啊，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，全都交给你来管理。江旭东啊，领我这个情，我让他一辈子在我手里都有把柄，跪在我这儿。老师，死人了，是要坐牢的。我不替他儿子去坐牢，他爸能帮我吗？等我再出来，咱就不是今天这样，明白吗？是不是我们干完所有的活，你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？是不是在你心里面，我一直就是一个洗煤的呀？我忙前忙后，我忙了3年，我都给你忙的吗？矿不能碰，第一个不能碰。这矿拿不走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龙志在书房。行了，同志。你不是在专案组吗？找我什么事啊？想回来问您，就点小远的事儿。小远，他跟于天成是啥关系？您知道吗？我想再问个问题。就东平啊，13年前有个案子，叫131枪击案，您知道吗？姐夫，你问这些干嘛？就是事情有点紧急，我希望你呢能够，你跟我唠唠，你跟我说说这个，你都知道啥？就比方说于天成，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？3年多啊，怎么了？王海案跟你有关系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没有。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？你怀疑我？你审我呢？你怀疑我什么呀？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，是有我的原因的。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说，我问清楚了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。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。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，因为我是检察官，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，行吗？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。你别吓我！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，怎么做生意犯法呀？明确告诉你，宇天成、陈诚涉黑，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，
如果跟你有关系，咱就算自首，能宽大；如果跟你没关系，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。你听明白吗？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？疯了吗？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？怎么着？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？啊！你是检察官，你抓我行？你抓我，你有证吗？证？什么拘捕证、逮捕证？我不管你什么证，你有吗？你来，你拿过来，我看看。江源，出去！不，我凭。放开我！我俩，你看看，当初你要是听我的，早点去了北京，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？所以，你也知道小远有多少事儿是吗？小远有没有事儿，让专案组去查吗？我们都是家里人，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？不是，这我干了法律20来年，现在我知情不报，你让我就过不去了。你说的对，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，想想豆豆，这儿也是你的家，你过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徐东同志，咱能不能，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？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，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，恐怕就回不来了。加油！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，而且他律所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。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，大都七山。基本清晰了，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。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，制造了万海案，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。而东平的某些人，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，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。那矿难呢？事故是人为的，那这个人又是谁？万海案宣判结束之后，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，还看上了万家的矿，然后他就临时起意，趁火打劫。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。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，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？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，这不是得不偿失吗？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。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，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，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，风险也小了不少啊。宋局，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，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。是的。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？确定。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？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，不是王玉起的头，而是程子健起的头，又或者另有其人，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。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。宋局，麻烦公安队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，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。好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
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，那这个人太核心、太关键了，我们要放长线，钓大鱼。好，你看，在你看来，你觉得陈总他发展的特别快，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，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，叫宇天成。哪个宇？大禹治水的禹。其实这件事儿，陈总之前跟我聊过，他好像说的是，在初中的时候他就辍学，然后跟了这个宇大哥，从10几岁跟到现在，20多年了。但这个大哥人不错的，他是有情怀的，人发达了以后还想着回东平给东平再建设一下，所以才在东平给陈总成立了天龙集团。当然了，这些所有的资金啊都是那大哥给的，所以哥你放心，真的没问题。在你们看来，陈总好像很神秘，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，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，然后这好大哥认了这个小弟，跟了他这么多年，给了他一个机会，就成就了现在的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明白啊？对，还有一件事啊，那个王玉，王玉那个集散中心，就2、3年前，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？整个这个过程，你都参与了吧？哎呦，不行，我得走了，跟你聊着聊着，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。行，衣服挂。哎，我让严青送你啊。哎，哥，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，我心里挺踏实的。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，只要严欣能过上最好的日子，我吃再多苦都没事。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听懂了，谢谢了，哥。明白。严欣，我走了啊。舅舅走了。哎，哥！哎呀，哥！哎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怎么跟子健聊完就走了？哎，等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？没关系，我给她打个电话，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那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就你这脑子啊，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好。回去吧。跟你脑子多灵光似的，莫名其妙。到底在吵啥呢？还是望海案吗？会翻案吗？你说他们到底查哪儿了？能查到我吗？望海是王玉搞的，
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想想，你给过王玉1分钱吗？没有吧？所以你放心，查不到你的。查不到我，查得到你吗？龙哥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，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？老板，程律到了。陈总，我能信任你吗？陈总如果不信任我，就不会这么问。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，你能帮我吗？什么人？什么公司？不可以有任何隐瞒。规模不比我小啊，甚至比我还大，实力比我还强。但我一定要把它办到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1周。我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，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了，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过节。王玉，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，我可以将它做成是在被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。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、敲诈勒索，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，更何况数罪并罚呢？人证我也物色好了，再下一页。陈有才，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，经济十分紧张，拿下他很容易。陈总，这就是我的方案，按我说的做就行。程律师，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陈总说的是真的吗？程律师，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。陈总，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，我的故事，你想听听吗？我呀，就是个农村的孩子，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，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，刻苦学习，考上了大学，进了检察院，当了一名检察官。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，但是我错了。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。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，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。忽然有一天，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。我想要出人头地，想要荣华富贵，想要改变命运。所以我辞掉工作，来到了东平，遇到了你，龙哥，你是我的伯乐，是我的贵人。跟你这段时间，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。我今天把话撂这，他们查不到你的，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。即便他们查到了我也会尽全力保障你的安全。
回去的那份合同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填。都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，但我偏偏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。我觉得只有打破规律，活得才有意义。所以龙哥，咱们必须把这个命掌握在自己的手。说白了嘛，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怎么样？摸得差不多了吧？他我用摸吗？一进去，所有口供全拿下。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？哪来的自信啊？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，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，那可丢大人。5分钟，信吗？5分钟是吧？从你进门开始，我给你倒计时。我饶你1分钟。你可快去吧！哎呀，洪亮啊，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不能过来，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。就因为是咱哥俩，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。哎呀，我有点紧张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，这样啊，来，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。不用，我跟你讲，洪亮啊，咱们都是公职人员，咱们不能违规啊，按规矩来啊。你心意我懂了，不用。谢谢孙局配合。没，你这觉悟好。2位请休息，感谢。哎呀，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？几年不见全白了，你看，哎呦，白的厉害啊！这工作太熬人了。是啊，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，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呀？忘了吧？哎呦，我是，哎呦，你都忘？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，你把领带都系错了，看连裤扣都没拉上，最后还是捡了一个别针给别上，好留点面子。哎呀，什么？咱说点正事啊。好，说正事儿。洪亮，有一件事哈，藏在我心里呢，有10多年了。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当年你，然后乔振兴，还有李仁俊，你们3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当年的案子办错了。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。判处孙一虎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，你爸怎么可能？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下去的，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乡下，我怎么查呀？是案子吗？
什么案子？人生档案。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？那时候想找男朋友。老领导啊，哎呀，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3个人。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觉得谁合适？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，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。我看出来了，还能逃过我的眼睛。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，我说，你看任俊，小官迷，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？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，柔啊，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，做事情周全，敢于担当，正直善良。你看，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。听明白了，哥啊，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。那这个我不敢当，这谈不上，这谈不上。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。那一定的，那不一般的关系，你给我讲讲，说你揣着3本护照还都是假的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你跟我说道说道，哥，你揣着3本护照还都是假的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洪亮，哥错了，犯错误了。作为一个公职人员，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。我确实错了，违规。我也不瞒你，我想去趟香港，给孩子上个保险。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，他不会批我。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。哎呀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，我真的谢谢你呢。如果要不是你拦着，我就是错上加错呀，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。不用谢，咱俩扯平了。嗨，我相信孙局，你一定也明白，说我们今天请你来，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3本护照，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。前2天呢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哎，就坐在你现在的这个位置上，啊，他指认你了。他呢，你应该很熟悉，是你的老部下，他叫江红军。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他咬我了，是吧？这么说吧，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，你们也不会抓他。如果他不咬我，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。但是，我想问你啊，洪亮，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？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多不容易。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！老书记，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。嘿嘿，好在早到晚到，不差事儿，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！老书记，当年东平一别，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10多年了吧？我们都老了。我是老了，可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。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山不转水转，这说明什么？啊，老书记，说明啊，咱们这是有缘分的。可是不管怎么转，猫还是猫，树还是树啊。李总啊，人老了就要服老，
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。啊，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，养马种花，锦衣华食，这样颐养天年很好，知足常乐吧。是小远跟你说的吧？说起江红军，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，啊，非常好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？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，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，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。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，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，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。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。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，啊，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。那就是说，其实孙局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。那当时非常认可的。那你分析哈，因为你熟悉他嘛，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，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？我坐的这个位置，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。那是，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？我这么跟你讲吧，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，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，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。说真心话，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，啊，和什么圈子打交道，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。听明白了，就是说，其实你们俩，慢慢的，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你们俩当时，啊，上下级一场也好，还是说，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，那他怎么还会说，坐到这儿，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？这个，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怎么讲？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，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江湖，我想再锻炼锻炼他。当然了，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，我说你不能这么江湖啊！你是人民的公仆啊，你是一个执法者呀，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，他对我产生了怨恨，他甚至还会说，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，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，我非常痛心。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，我都不予回答，因为都是诬告。老书记，我知道，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？其实啊，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。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于天成，你别跟我装糊涂。你要是真想退休，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。你是什么人，我还不清楚。50%的利润，你就敢铤而走险？100%的利润，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？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，我看你啊，就敢杀人放火。可是我要提醒你，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，党纪国法不容践踏。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，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。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？我好出事啊！
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哪来的车？啊？谁让你开的？喂，我于天成。你儿子把人撞死了，醉酒、无照，再加上撞死人，江书记，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。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，您赶快过来吧。我还没有报警，你现在过来，江书记，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。于天成，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，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。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？怎么，江书记，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？啊？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。江书记，经过调查，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，您可以先带他走，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。去，慢点。老书记，什么新能源，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？小远有知识，有雄心，想干一番事业，我真的只是陪着。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，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，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。我的儿子我了解，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，他能这么干吗？他是让你给利用了。好吧，于总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干，才肯放过江远，放过我们家？老书记，谁放过谁呀？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，事情发展到今天，我们都收不了手。我和我的学生，包括你，早就被裹进去了，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，不是吗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。你那个儿子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啊？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？走吧，继续上山，啊！江书记，你可是真够狠的，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？你可以不接受啊，但是你要搞清楚啊，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，否则你就是杀人犯。监狱和离开东平，你选吧。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你必须
再帮我一个忙，别得寸进尺啊！开箱那人叫王大有，我把他当儿子，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，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。简明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，我想还是请张放同志一起听听。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，东平接连出问题，给组织添麻烦了。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，就给张检和书记打了电话，一是想了解情况，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。确实有些唐突，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。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，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。简明同志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现在是雷声震天，你如果还在睡大觉，你不找我，我都要去找你。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，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，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，这个你已经知道了。所以，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，放下坛坛罐罐，严守办案纪律，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。蓝书记，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，是出于组织的决定，还有办案的需要。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2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。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登录。这个我已经清楚了。虽然我们按照中央、省委的要求，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，18大以来，更是从严管理、从重处分、高标准要求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，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。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、检讨。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。简明同志，你有这样的态度，我很高兴。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。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，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，把纪律挺在前头，常抓不懈，久久为功。我们共同努力。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。目前，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，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，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。怎么说？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，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，但是没有谈成。啥回事呢？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。矿山事故发生之前。您接着说。15年前，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，坐了1年的牢。出来以后，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。2年以后，成立了天龙集团。他这2年发家够快了呀，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？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，注册资本是1个亿，可我们调查发现，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，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%出的资。没学历，没背景，他白手起家啊！还不止这些，天龙集团
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。东平好多的楼盘，有知名度的，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，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。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？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，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，包括孙飞、温琴、江红军，还有李仁俊，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韵。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，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。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，黄老师，咬死他，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二位组长，张简电话。散会吧。张姐，我是郑亚萍。你好，我是洪亮。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。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，也不用再投鼠忌器，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，快速突进啊！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，防止他们相互勾结，订立攻守同盟，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，知道吧？请领导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好。领导，我今天回来了，你晚上回来一趟。我就在家2天，你看着办。接到通知了，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，来势汹汹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呢？据我了解，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。孙飞、江红军。这2块料都是我的手下，都抓进去了。什么原11部是干什么的？全员出动，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我能脱得了干系？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，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？这话得这么说，孙飞、江红军干的事儿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他们这种害群之马，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。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？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，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。老徐，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见的还少吗？你这话没错，可是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俩孙子，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。专案组来了，我绝不能躲。我要是想躲，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。你能躲，我就没这觉悟。就这门外边这些人，有多少人，都是谁在往里头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躲不了啊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，还是检举揭发？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？老弟啊，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，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。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，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。越是到这个时候，
个月要想清楚。